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支影片会稍微长一点，但你们真的赚到了，因为妈妈今天要教我做五福拼盘，一共有哪5样呢？醉鸡、麻辣肚片、拌两样、凉拌海蜇，还有烤麸，这5样经典凉菜，让我们开始吧。我们今年要做五福拼盘啊，五福拼盘的那个5样菜啊，就是烤麸，烤麸的配菜就是木耳、香菇、金针、竹笋，这是一道菜啊。这是牛筋和牛腱子是凉拌2样，再来就是一个麻辣肚丝，麻辣肚丝肚片都可以，再来一个醉鸡。一个干丝，凉拌干丝，这5样。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醉鸡我们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啊，就给它清洗一下，我们用盐啊搓一搓，就好像给它按摩一下，让它腌个30分钟到1个钟头再来煮。因为醉鸡要有盐味，这才好吃。这一只鸡大概最多一大匙盐就可以了啊。平常我腌我都没有去量，因为我知道那个现在就是一大匙平平的。你都是看鸡的大小来决定。你如果说不想吃那么咸，你可以放少一点。这只鸡大概几磅？大概差不多2磅吧。OK。也要看鸡大小。这只鸡占2磅，应该一平平的大匙盐应该够了。我们现在就是腌一腌，让它稍微有一点盐味。等一下煮的时候因为它鸡胸肉厚嘛，它这里面要进味道嘛。可是我们还是要用那个酒，因为现在一般人都不吃咸嘛。你那个在泡酒的时候也不能放太咸。所以就事先腌一下，腌个30分钟。或是1个钟头都可以，里里外外还有皮的里面，像这个，尤其腌烤肉啊，烤鸡烤什么，最好就是这样手这样沾一点，这样塞进去，这样抹一抹，里面它最主要是这里面要有味道。通通抹完了以后，这个胸放在下面，这样子让它压得紧一点，它盐味就会上去。那剩下的盐，我们就可以这样搓一搓放在上面。那我们就这样子放冰箱半个钟头或1个钟头，煮鸡里面的香料，八角、花椒、山奈又叫沙姜、小茴、大茴、小茴一定要的。香叶是看大小片因为我这个比较小片，我就放4片、3片、4片都可以。肉桂、甘草还有姜，还有和葱倒在一起。不用泡用水冲一下就好了，因为不是很脏这样冲放到这个锅子里面，加上水让它那个去煮。我们再来弄鸡，先放2000cc 让它去烧开。等一下我那个鸡放下去以后要盖过那个鸡肉，不够再补了太多了也浪费，水太少也不行。水太少，那个盖不过那个鸡就煮得不均匀。我们先放2000cc 的水，放到炉子上去烧，让它烧着，我们再来处理鸡。我们开火，还有葱姜，4根葱就可以了，连葱头一起放，葱稍微拍一下，这样。这姜切片它比较容易出味道这样放下去，我们盖上盖子让它煮这样。这个鸡我们腌了1个小时了因为有盐味嘛我们要把它洗掉，因为锅子汤里面还要放盐，所以一定要把它冲干净以后再放下去，这样才能控制到盐味。你如果不洗的话放下去再加上你那个汤可能就会咸，因为那个汤等一下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现在洗一洗，其实不用洗得很干净，就冲水就好了，把刚才的盐味洗掉。刚刚上面的那个盐冲掉就可以了。把肚子里面这样冲一冲，这样洗个2次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
啊，这是刚刚那个辛香料哈，开锅以后我们这样中小火煮个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让它的味道都出来了以后，我们再来煮鸡。你如果说同时放下去的话，它那个香料鸡熟了，味道还没进去。对对对，所以要先煮10到15分钟，先把那味道给煮出来。那等10分到15分钟到了以后，我们再来下鸡。这个鸡哈要放下去之前，我们先看看它水够不够，还差1000cc，再加水，再加最好是热水哈。好，热水。好，我们现在水刚好可以盖过，对不对？我们就给它拿起来，拿起来以后，让它水开了，我们再放鸡。哦，所以这步骤只是看有没有盖过鸡。看完，对。好，现在盖上盖子，等它烧滚。让它烧滚，水开了。开始要加鸡了，要加鸡之前，我们再加半杯的那个料酒，啊，30克的冰糖，1大匙的那个胡椒，啊，因为这个汤可以喝，所以我们要加那个味道。盐1大匙，啊，刚刚那30克冰糖啊放上去，它不会有甜味道，只是提它的鲜，不要让它那个汤汁哦太咸。你这个太咸了，你就要加一点糖，它就吃起来就不会那么死咸，而且还带一点天然的甜味道。有的时候加糖不一定说要它甜。好，现在开了，我们开始跟鸡洗一个澡，这样按下去，让它那个水进到肚子里面。我们这样抬起来让它这样漏。这样的话，我们放下去煮哦，那个鸡，你看它下面，里面没有水了。我们再开始，要做个大概4次、5次这样的。这样的话哈，它那个里面哈才会烫。它外面，你看它外面哈，它就熟了，里面还是凉的，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的那个热度。满了以后再拿起来，4次到5次都可以。好，最后一次5次了哈。好，这样控好了以后，你就放下去。最后再告诉你一个秘密武器。许久不见的秘密武器来了，就是姜黄。餐厅卖的那个三黄鸡啊，三黄鸡。它那个三黄鸡的皮原来没那么黄，它就是因为加这个姜黄1/2茶匙了，这样煮出来的那个鸡哈才漂亮。煮这个鸡哈，最主要的就是山奈、沙姜，再来就是这个姜黄，这2种啊，就是这个提它的颜色漂亮。那个山奈哈煮出来那个鸡就有鸡的味道。对，好，我们现在把它弄匀了，你看这个颜色就有一点黄，对不对？现在已经开锅了，我们就可以计时了。所以开锅计时20分钟。现在开锅我们就可以开中火了，不要大火。刚才是大火，水滚了以后就改中火，计时20分钟。要盖盖子吗？要盖盖子，就像这样子，不能让它小滚的火都看不出来。那样的话就等于焖鸡了。一定要让它有滚。我们现在盖子盖起来。好，我们这样用个筷子这样盖起来，这样的话它烧开了，它就不会跑出来。不然的话，等一下它会喷的到处都是。好，计时20分钟。20分钟。好，现在20分钟到了哈。煮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这种的火也不要太大。现在我们把它翻过来。差不多再15分钟焖15分钟。现在火已经关了哈。现在火已经关了。关了就可以不要放筷子了。OK。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鸡已经好了，我们在旁边弄一丁水，加一点冰块，再把鸡捞出来放到里面。放到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热的，对不对？一见到冰水，它那个皮就会缩紧。
缩紧它的皮就会脆。然后我们先打开，不好拿的时候啊，从这个翅膀两边插下去，这样拿起来。好，这样你以后你就会了。对，控一控水，控一控水，我们就把它放下去。放下去以后，水不够了，我们再加。2分钟，2分钟，再翻过来，这样给它泡个大概差不多5分钟，我们再拿起来。对，这个泡着，我们再来做那个卤汁。现在要做那个醉鸡的料汁哈。好，我们用它的原来的那个汤，那个鸡汤。鸡汤最好舀它的那个汁，不要它的油，把上面这样给它动一动，这样舀下来，它就没有油了。我们弄3锁好了，因为我们都是全鸡嘛，哈，这样，再弄2片姜，1根葱就可以了。开火，放下去烧了以后，我们先尝尝看它这个鸡汤的味道。再来决定要放多少。还要好，这时候我们加平的1/4茶匙的胡椒，再加1/4茶匙的盐，加1/2茶匙的味精。好，我们现在关稍微小一点的火，因为我们是1只鸡嘛，哈。酒一定要够，我用的是花雕，绍兴花雕。什么酒都可以吗？不行，黄酒。黄酒，绍兴花雕酒最好。再来就是黄酒。有盐味的没问题。不要有盐味的，要纯酒。OK。我现在用1杯好了。有盐的料酒不行，白酒也不行，就是要黄酒。因为我们那个鸡多嘛，对不对？倒下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这个酒不要让它滚，一滚了哈，就那个酒味道就会跑。如果说你不让它热哈，就感觉到会有生味道，会有那个酒气很那个。要把酒煮开，不要开。它这种的。这个在热汤里面泡过的酒它就没那么呛。你喝一口看看。酒味好浓哦。好，我们再加一点冰糖，大概差不多10克的冰糖。其实这个时候放的所有调味料都是依个人喜好。对，个人喜好，应该是要放糖，多少就是按个人喜好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捞出来，让它凉了以后，我们现在开始剁鸡，把鸡摆好了后，这个就可以倒下去了。这样让它凉。好，我们现在可以把鸡拿出来了，拿出来把它控一控，把水控一控。我再拿住好了，拿住肚子里面的水才会控出来。好，我们现在开始剁。先从这个肚子开始破。初期自己做的话可以用鸡腿，人口少的可以用鸡腿，因为我们人多嘛，对不对？2只鸡腿、3只鸡腿根本不够。所以我们就用全鸡，破开这个脖子，从脖子这边中间那个骨头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现在把它摆好了，我们就用这个塑胶刀这样拍，塑胶锤，塑胶锤，这样的这样一个好处就不会剁得不准。现在手没有劲了。那年轻的时候一刀下去对啊。现在我们也不是说全部切开，我们只是把它分成几
几块，这样泡的话就比较那个，这样整只泡好像放不下。大卸8块，对，差不多大卸8块。我们现在因为我没有盒子，没有合适的盒子，我们就用这个电锅内锅好了啊。这样子把那个翅膀先卸下来，再来腿，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鸡放下去泡。泡这个醉鸡一定要泡到那个泡隔夜最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泡的要像那个年关到了，你可以1、2天就可以把它做好，放到冰箱啊。好，现在我们切好了，就这样子把这个鸡汤倒下来。这个鸡汤一定要盖过，啊。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再加1勺。啊，这个刚才我们倒的那个第1杯酒是跟那个汤汁通通混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再加半杯，啊，半杯的那个花雕，我们浇在上面，啊，这样子就可以了。最后这个我最后加了这个如果说你们不敢喝酒，就不要加了。因为我们家喜欢那个酒味道浓的，所以我最后再加一点这个 OK 啊。所以最后这一次的最后这次你可以不要加选项，可加可不加，可加可不加。这样的话，我们要等到准备要摆盘的时候，对，再来切。那这样就盖起来。好，我们就下冰箱。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剁鸡哈。这是翅膀，我们自己吃就不要剁了太碎了一个鸡胸肉就是摆一个盘子啊，半只鸡，半只鸡啊。我们现在把这个鸡骨头给它。这个鸡骨头我们把它拿掉，这个鸡胸肉好大，等一下我们比较好切。这个骨头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盘子底下做那个垫底。不好看的，不好看的垫底可以垫底我们切，因为这个骨头没有了，我们就可以切。如果说你们拿不准有骨头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橡皮刀这样的。这样子，橡皮刀。哦，不会啦，没有人那么大年纪还在做菜，只有你。这样子放了。还有鸡腿。这样摆上去。做菜有时候也是一门艺术对啊。待会可以放香菜，就够了哈。好，
鸡腿放在最上面。哦OK。这个水不要丢掉，我们再来煮那个牛肚。那个牛肚我们把它也放到这个里面煮。这个牛肚我洗过了，你看它这个里面有很多肥油这个肥油我们用不到嘛，我们就拿刀把它剔掉它，这样子，这样把它割掉它，就抓着这个筋，就这样割，就这样抓了这个东西，就这样割它。这个不好吃嘛，你煮好了再切也可以。现在既然不要，就把它通通切掉它。这就可以放下去。这个也是一样。如果要这样子比较危险嘛，会割到手，你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推，刀向外。向外最安全。割不下来，在这样。这是刚才牛肉的闹钟到这里也是这样。这个都是油，这油吃了也不好。这样就干净了。就放下去煮。这我们在拨闹钟，你看它现在现在插不下去，对不对？要煮到筷子一插熟了，这就代表熟了。我们再过20分钟过来看。现在也是开中火、中小火，也不用太大，就这样火就可以了。盖盖子。看，已经刚刚拨20分钟了。对。你看现在好像还没有动静。就插不动，还硬硬的。我们放一点山楂，这个就是山楂。去买这种山楂片，它这个山楂很漂亮，把芯都挖掉了。我们有旧的。好，我们加一点山楂，再让它煮，再20分钟。好，现在一共差不多45分钟了。差不多了，你看，这一插就可以了。这样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好。那刚刚加一点山楂片，它就是很快就熟了。切牛肚。牛肚看你要切丝还是切片切片的话就把它切丝也要切开切丝的话就是这样子切就可以了。你如果说切片大片的话，像这样的大片的话就吃起来当然是口感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切片的话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个手指宽，这样下去斜的时候，你这个手一定要按着，对不对？按着不要往上就容易割到手。对，这样子斜的往前面推，再这样的拉，好像拉锯子一样，这样子切。再下去以后斜的，你切过几次就会有感觉出来了。这样的。
像这样切太宽了哈，如果说你不想那么长，你可以斜着切，这样子它就短了啊，就不会那么长了。如果这边太长了，你就从这边这样切，这样子啊，它就不会相差很长。你看这样子，就等于它的2/3。啊，如果说太长了，你就从这边下刀，这样子让它斜一点啊，它就不会那么长了。到后面宰的时候再全部再全部的那个。我们开始拌麻辣肚片啊，麻辣肚片也是大蒜2匙，糖、盐、味精、胡椒、花椒。花椒是这个花椒，去打成粉，或是买外面的现成的花椒粉也可以。五香粉少许啊，不要太多。我们加差不多2匙的冷开水，把它和匀。加1大匙的醋，1茶匙的醋。没关系，我会放上面。抓一抓。好，这时候我们再加上辣椒油，我先放。再看味道。很辣，很辣哈。对啊，我看。酱油、老抽，不要放，这不放那个，不放老抽。凉拌菜不放老抽啊？不放老抽，不然直接放酱油。这应该是拌白色的嘛？哦，这是拌白色的。好，我们再加上葱丝，加一点香菜。好，我们现在摆盘。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卤包。我的材料就是这些，还有其他的，像那个丁香啊、白芷啊，那我就不放了。好，我们这
最主要这几样就够了。如果说你们嫌麻烦的话，就可以去超市买这种料包也可以。我以前用过那个啊，味道不出色。对啊，它这个就是给他们不会的，就是买一个方便，我们自己配我们喜欢的那个味道。基本上的卤味就是这几样就够了。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个纱布里面，我们再来把它包起来。这个是小茴香、香叶、肉桂、陈皮。陈皮它放下去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化瘀消食这个对身体比较好的这是花椒这是山奈，这个是五香大料大料这样。这个糖我们是另外放我们这样就可以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我们要下锅之前可以那个用水冲一下，这样多打几次好了。2个结2个头，一个从这边，一个从左边，一个从右边，这样子这样打一个结，它就不容易散开了。再转过来，再打一个结，转过来再打一个死结就可以了，它就不会散开了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来做那个卤汁，先葱姜爆锅，炒糖色。那个锅也不用很热，就是烧热了以后，大概2大匙的油，加2大匙的那个糖，满满的炒糖色。炒这个如果要是不用急，就是说让它慢慢熬，可以不用开很大的火。如果在炒中间你觉得火太大了可以随时调整，因为锅不是很热，我是用那个大火炒到中间，你看它很热了这时候就可以调中小火。做这个有时候细节要讲给你们听，不讲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现在随时可以看炒到什么程度，就是让它颜色变成深色了。这个时候还是有颜色，可是不是很深，它会带一点甜的味道。要炒到颜色很深了，甜味就不重，甜味就没有了，它就属于是糖色。这时候它就是糖色了，开始起泡了。开始起泡，你看颜色不一样了这时候如果说你抓不到那个的话，你可以关小火，把葱姜倒下去，这样也比较安全。你看它的颜色这个就不一样。对这时候你已经关小火了嘛，所以就不用怕这时候就让它慢慢的爆这个姜和葱，香味出来以后，我们再加酱油。你看这时候颜色就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再开稍微大一点火，我们刚刚开的最低的火，香味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倒酱油。酱油倒1/4杯好了，1/4杯。为什么要加酱油？因为炒糖色它只是淡红，那酱油只是帮助它颜色呈现更漂亮。炒好了以后，我们就先加酒，酒从锅边倒差不多也是1/4杯。这样倒下去以后，我们就开始加水，最好是开水开水加下去才会这个样子。这样倒下去以后，那个大蒜还有那个葱这样把它倒到另外一个锅子里面，让它煮我们就开始，因为我们刚刚那个牛腱子已经泡水了嘛，穿烫好了以后再放下去。这个第一次做，这个就是我以前卤的，它可以反复使用。对，我卤的不是卤完了以后你暂时不用了，把它盖子盖起来放到冻箱。那现在要用了再把它拿出来。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倒到这个里面。这个之前用过了，如果要再卤的话，还要再加一些味道对，还要再加一点味道。这个已经味道差不多了，就是可能会淡一点。就是每一次都要加这种？不用，卤个2次3次，它颜色不漂亮了，或者不够颜色了，你再炒糖色。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倒下去。如果要是没有这个
旧的卤汁哦，这样就可以放到这个锅子里面煮。煮让它这个味道出来，等一下再把料包放下去。这种旧的卤汁是一直可以用，一直反复可以用，没有说用了几次就。你有没有听说老卤？哎，有，就是这样的。他们那个做生意的哈，如果说像几代流传下来，都几十年了。因为他一直不停的加新水，加新的牛肉。可是也有旧的还是有旧的，旧的它永远是那一锅，永远都是这一锅。这个料包要冲一冲水，因为我们没有洗嘛，它也不是很脏，我们就冲冲它的灰尘啊或者怎么样，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那个里面去炖，这样放进去。这个牛腱呢，我们已经泡水，你看泡水，它那个血水就出来了嘛，这个肉就比较白，对不对？对。那卤出来的那个牛肉就比较漂亮，不会黑黑的。你看有的那个牛腱子它卤出来黑黑的它那个就是没有泡过水。冲2次水以后接水去煮，冷水开始煮，只要盖过就行了。好，我们现在开始开火煮。这个刚开始也不需要大火，就用中火就可以了。加2片姜爱一点葱，加一点料酒，这样就可以了。那1大匙料酒就可以了，这样盖上盖子让它煮。它已经开锅了，煮10分钟、20分钟都没有关系，只要差不多没有什么血水了，我们就可以换锅。它的作用就是如果有血水的话，就要洗干净。你看我们这个都很干净嘛，因为泡水的关系就很干净，因为很干净嘛，就不要冲洗。这个卤锅已经开了，开中火以后，我们就把它再捞过来。捞过来放到里面，我们再把冰糖放下去。现在开锅了以后，我们就关中小火，这样盖上盖就让它这样子煮。太大火了它一直在里面滚卤汁会干，它熟的还慢。这个一定要那个。如果要是你觉得这个牛肉好像一直炖不熟不烂，等一下我们再看一看炖多少分钟。如果要是时间太长了不够烂，我们再加一点那个山楂。OK。我们现在就像这样就可以。过20分钟或30分钟我们再过来看。好。还有这个水不要丢掉，我们再来煮那个牛肚。你看这个火就稍微大了一点要像刚才那样的。对，像刚才那样的。因为牛肉刚刚放下去嘛，没办法确定。这样小滚不要盖紧，你盖紧它会扑出来。牛肉还是很硬，那我们也加点山楂好了。山楂我们加一点，山楂差不多5、6克，6、7克都没有关系，反正它多，它熟的就快。我们再让它继续再炖，这已经差不多50分钟了我们再擦擦看。可以了，可以。所以如果50分钟不够，就是继续卤到那个筷子插了进去。像这样子可以插了可是不会很烂。如果说你要觉得想再让它再软的话，你可以盖着盖子，关火焖着，再焖它20分钟，焖20分钟，再来拿，可能会更好。那我们现在就不用了，我们现在直接把它捞出来了，好，把它盖起来放在冰箱里，到你那天要用的时候，再来那个5福拼盘。我们先切牛肉片，那牛肉片就是尽量切薄有薄的口感要喜欢吃厚的话也可以切厚。切这个它切不动，不要急，就慢慢的往前推，不要来回锯并不见得快，就要切下去，慢慢的用力往下推，这样的。切菜也是要有技巧的，这样推下去。而且拿这个东西一定要抓紧，对，要抓紧，自己的指头切到自己的手指，这样就切薄片那就可以了。大小片无所谓，只要你喜欢的就行了。
这个是牛筋，牛筋比较硬，不太好切，切也是要慢慢的往下这样子往下推这样往下推。如果太宽太厚，它下不去，你可以刀往后面拉，这样的，这样有没有？刀下去了，你可以拉回来的，这样的，不要这样子锯，就这样切，往前推，推要下不去的。像我这样一直都会往前面推，有没有？我都是这样切，除非你中间会感觉到有一点好像推不下去了，你就再往前面、往后面这样拉，再这样的，有没有？你刚开始学，你一定是不可能会那样，你一定会这样拉也要慢慢的，拉的时候拉回来不要往下切了，就是要切就往前面推。反正切你就是去找感觉，自己慢慢去找感觉。好，这是卤的那个牛筋和牛腱，就是把它凉拌。这个差不多有2磅的肉，差不多2大匙的那个醋，那个蒜泥和1/2茶匙的那个糖。这个糖是借它的味道，不是要吃出来的再来就是盐，1/4茶匙的1半好了因为等一下还放酱油。味精1/2茶匙，胡椒1/4茶匙好了，平平的1/4茶匙辣油2茶匙，这么辣？不是很辣花椒1/4茶匙好了，麻油1大匙，酱油也是1大匙。这样子把它搅匀，就开始拌。最后加葱和香菜，葱大约，香菜也大约。我今年没有买到它那个承包的，现在买不到了，我找了好几个都找不到，只有那个在惠康那里买了，结果它是这种的散的，它放到水里面泡的，你看就像传统超市一样，对，传统市场，对，它那个散的，那散的一般你们大概没有处理过嘛，对不对？现在就是告诉你怎么处理，因为里面的水分很多，这样子吃的话不好吃，而且还咸，要经过处理一下。我在那个现在你看，这是我处理好的，对比一下，处理前跟处理后，对，这是处理后的，这是处理前的，要比一下 ，OK 好，这个买回来以后你就要先洗个2、3次，因为它放在那个盐水里面泡了很咸。你买回来洗的时候要这样抓，一边抓一边那个换水这样倒出来以后，换个大概差不多2、3次的水，换个2、3次水，要用开水烫。那开水烫要多少度？差不多60、70度。
70-80度也可以，度数越高，烫的时间就要缩短。那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水龙头的那个热水器的水，热水器的水，对，那天我们量67左右，对摄氏67度，对，那个度数好像可以，可是要烫2遍到3遍。那如果那个水龙头没有热水，没有热水，你就煮，自己烧一锅水，烧一锅水，烧到差不多70-80度的时候，要滚还没滚的时候，要滚了没有关系，滚了以后你可以关火，它就水不是就静止在那个度数吗？因为你这个是凉的嘛，对不对？凉的一倒下去，它温度马上就会降低，一降低了以后，它就会那个刚好是那个温度，刚好那个温度。要泡个大概几分钟，那要看。我今天这个烫可能要烫2次。刚开始的时候，它这个水是凉的。我们现在就把它倒掉，再接热的。你看也冒热气，对不对？冒热气，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倒下去。倒下去以后，你就用那个筷子啊或什么东西这样搅动一下。刚刚你有看到那个它的那个粗细嘛？你看它这样慢慢开始缩了。是哦。对啊，你看，对不对？没有那么透明了。我们现在计时泡5分钟好了，看它成什么程度。现在已经才1分钟就不热了水。你看它这个水不够热，可是有缩，对不对？这时候你可以再把它倒掉，倒掉以后，接着再放下去，放下去以后要开热水，烫，一定要很烫，因为你刚才没有关到冷水，你刚才是用热水关，对，刚刚是热水，一开始那个冷水不要接进去，放到外面。用完了以后一定要再把它关回冷水，先转换冷水，然后再把它关冷水，免得下一个人会被烫到。对，好，关上。这时候你如果要怕烫了，你再放冷水。冷水就不能放在这里面了，放这里面你就热度就没办法那个。因为第2次因为它的肉这个海蜇也是热的，对不对？盆子也是热的，水也是热的，它就缩的就比较更厉害。那我们再静止5分钟。如果说放到炉子上的话，程序就不要那么多了。你就放下去以后，热水放下去，倒下去以后，不是水是凉了吗？你还开着火，让它那个水尽量加热。你一边加热一边搅到它那个现在缩了，现在看到缩了。对，你看像现在缩了，有没有？对。如果放到炉子上面的话，热水底下有火，对不对？你就一直这样搅，一直不停的搅，这样不要太热，可是也不能冷。对，你一看它像你看，这个时候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这时候关火，你就再让它焖在里面焖，可是你人不能走开，再焖个3分钟5分钟都没有关系，你要看它的程度，它的程度就是说，你看，它这个，刚才一大一小，一大一小，你要差好多对，这个时候吃起来还是不是很好吃，因为一吃起来里面它热水里面呢还是透明的，对，还是透明的，还是有半透明的。它这样的烫到这个程度了以后，它里面的盐味通通散出来了，你看这个还是不行，我们再加1次水 ，OK，这是第3次，第3次还是要把前面的水倒掉，对，很硬，不像一般的那个口感不好是吧？你看现在它烫的就跟这个差不多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过滤出来，用冷水，这个时候就有点像那个发海参一样，这个一起倒下去泡。好，我们现在烫好了以后，再把这个倒掉，用冷水把它那个
冲洗一下，我们再倒到一个小的盆子里面，我们再这样用那个冷水泡开，泡大概10几20分钟以后啊，再来换水。OK， 现在我们泡下去以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拿一根起来，掐一段，放到嘴里面，咬一咬，还是很咸，对不对？有一点咸味，有点咸味，而且还比较硬，不是脆，不是带一点硬，带一点硬，你就让它泡个，你反正过个10几20分钟再回来看，准备海蜇就要切一点萝卜丝。切丝，把它用盐腌一腌，杀水。红萝卜也不用太多，只是配色。用1茶匙的盐，这样把它抓一抓，也不要太用力了，抓一抓，腌个10几分钟，让它出水。现在红萝卜差不多了，它已经出水了哈，出水了，可是我们要把它这个盐水冲掉，不然的话怕太咸。冲2遍好了。把水挤干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拌。大蒜2匙，椒粉，醋，麻油，我们把它抓一抓。盐1/2茶匙好了。最后加葱、香菜。好，现在我们来泡冬菇。冬菇随便洗一洗好了，洗一洗它的灰尘。这个洗干净以后，我们泡那个冬菇水，我们还要用，洗个2、3遍就可以了。所以它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洗洗它的灰尘，它不是很脏。我今年准备的是花菇，什么菇都可以啦。
就用普通的室温水就可以了啊，只要盖过它啊就可以了。我们也不用太多啊。我们现在找个盘子这样盖着它，这样就让它去泡透。这个就是说，你可以事先前一天晚上或前一天就可以泡上，泡的好了，你随时处理啊。这是泡的那个冬菇，我们现在把它水挤干，拿的时候这个手放下面这样挤，它水就容易干。这样的话，它因为你这样挤，它这有空隙，它的水就不容易出来。而且你这样的话，它水会流到手掌上，有被手掌挡住了，它就不容易出来。所以先这样抓，这样有空隙，它就把这个等一下哈，要做的时候还要炸一次，所以最好把水挤干啊。挤干了以后，这个水不要丢掉，我们留起来还可以做菜用。对，香菇水有特别的味道哈。对，香菇水也香。这个烤麸啊，买回来，因为它是冰冻的嘛，所以我们要把它处理一下。它这个是整片的，太厚，我们把它切开切开以后，我们放到那个水里面煮一煮，煮一煮，它这个去它的里面的杂质，还有它冰冻久了，它会有一股味道，做起来不好吃。我们把它放到水里面煮个大概10几分钟，让它里面的东西都跑出来，我们再来清洗。开火用煮这个冷水煮就可以了，冷水下锅煮就可以了，大小火都没有关系啊。这样盖着。要煮多久呢？开锅煮个大概差不多5分钟、10分钟都没有关系，好，只要它煮透就好了。OK， 现在已经煮了大概差不多3分多钟了，4分了。你看你有没有闻到有股酸味道？好像有一点。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些杂质啊，冰冻过，它处理过，还没有完全那个，所以一定要煮，都把它逼出来了。把它逼出来。我们现在拿到那边去换水，然后关火。这时候我们把它倒出来，小心烫到。这是再加冷水，再加冷水，用冷水把它冲凉。等它凉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挤干。它里面还是热的哈，还是热的，所以要小心。所以我们再换一次水。你看，刚才没有煮之前很冻小，现在一煮它冻大了。所以做这个也是经验啦，没有做过的不知道，你要常常做就知道了。这样一边换一边这样挤，因为现在不烫了，你可以挤它。刚刚烫不可以挤，你现在烫了就可以挤就让它换新的水进去，这样你就把里面的水挤出来，挤掉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多挤得干净了吃起来也比较好吃。如果要是你没有时间的话，就是让它冲冷水，冲到凉了以后就把它拿先放到这个漏盆让它漏，水是流动的，水是流动，它就你去做别的事情你就不用管等一下过一会儿它就凉了，凉了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放到盆子就让它空着，你就可以做别的事情。我们现在开始处理烤麸很多人用切的，可是我喜欢湿的，我觉得湿的口感比较好吃。顺着它的那个纹路这样撕，因为你看它是这样的，对不对？你就这样子顺着它那个撕成长条的，不规则形状，不规则的形状，这样的味道比较容易进去。对，你再这样子撕，有没有？再这样撕，你看像这样的有没有？撕成长条的，
不一定说一定要那个很规则的，就这样的。这样大小随便。这样太长了，我们就从中间这样，中间折断也要从斜的。好，这样撕好了以后啊，它不是还很多水吗？我们现在把它水挤出来。这样的抓一点，把水让挤出来。等一下炸的时候啊，它就不会炸。现在锅热了，我们下油。这个是我们上次炸那个盐酥鸡的油，可以用。现在热度已经够了，看那个样子就知道了。热度够了。炸这个一定要热，不能油太凉。这个我们分，因为这个今天买这么一包好像太多，我们要分2次炸。一次炸倒下去，可能大概油就凉了，温度就会降低。做2次炸好了。倒下去的时候，要快，不能一下2个靠锅边这样子下去，它就不会喷到了。这时候再把它拨回来。这都是经验。不知道它让我一倒它那个油就会喷出来，就烫到了。所以刚才一定要把水分挤干。对，所以一定要挤干。你看我们这个火还是不够嘛，一倒下去就凉了。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因为油凉了，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等它油热了再放下去。这也是经验。这个不是叫回锅，这个就是因为它凉，你的火力不够嘛。你就要东西一下去凉了你就把它拿起来，因为第一次放下去它已经热了，对不对？你第2次再烧热再放下去，它就温度就不会那么快那个。台湾的瓦斯炉就没这问题。对啊，你看下去好多。对，刚才是90多，现在又回到140。那如果把它热得很热呢？也可以啊。不会焦，不会一下子就焦了。对，因为它这个都是凉的嘛。现在150，再热一点都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再来放下去。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它够热。刚才都没声音嘛，对不对？好，现在你看都焦黄了，有没有？再炸一会儿，看得出来吧？看出来。也不用炸得太焦。这样就可以。好，这样让它控油。可以挤一挤，趁着它热可以这样挤一挤，把油挤出来。挤出来，好，让它这样控着。烤麸的料那个笋买回来以后一定要把它削一削，它看起来是很嫩，有没有？可是它这个地方还是老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地方削掉，这样要切掉它。你看好老，你看，对不对？听得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切掉，你要切掉。这个不弄掉吃了都碍口，影响口感。尽量切到没有那个了，柴的声音。对，你看这个，把它对半切，对半切以后切片，不要切太薄了，稍微厚一点。切的时候不要顺着它撕，稍微斜一点的话，它那个丝就会断，那个咬的时候就不会碍口，就不会塞牙缝。你看切差不多，厚薄没有关系，厚一点没关系，就是不要太薄。不要太薄，因为买来它是煮好的，对不对？穿烫一下，过水，煮一下，把它里面的那个味道煮掉。这个水开了，用开水煮可以，我们倒下去煮，煮个大概差不多3-5分钟就够了。这个木耳它买回来以后你泡了水，可是它这个地这里边
你要把它剪掉。它有的时候它这上面会带着那个木屑，你看像这个，你不剪掉，到时候吃到那个木屑，它有的会不是说每一个都有了，有的有，有的没有。而且那个不剪掉也影响口感。对，你看这个，通通都要剪掉它。我们把这个碰到大的就把它撕开，可以一起煮。可以一起煮，煮大概差不多3-5分钟一起。你它因为笋厚嘛，就让它先煮。等我们这个剪好了，就直接倒下去就行了，这样可以。OK。我们盖上盖子，让它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金针泡好了以后啊，它这个前面它这是花嘛，它有一个剃头，有没有？这个剃头也要剪掉它。没有可以不要剪，这个没有，这你摸起来有一点硬硬的那个就要剪掉它，不剪掉它也是口感不好。像这个没有就不要剪了。这个一拿起来摸起来就有，这样的，把它捋顺了，通通捋的一样整齐，就不用一根一根的剪了。这样的，到时候拿刀一切，把前面的一切就好了。冬菇我是买这个花菇，花菇差不多那么大的话，我们也不要切太薄。烤麸我是撕了一块一块的，这也不能切薄片，就是切大大的块就好了。这样的，这样的话可以切3刀，3刀就这样子，厚厚的。如果要小的，你可以切2刀，像这么大的就切3刀就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还有我准备的葱姜，那个葱花爆锅的，还有姜末。等一下我们就来炒。好，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把水倒掉，把水换一下，再换一下，冲一下冷水。好，这样就可以了。等一下你就可以炒了，让它先控水。好，现在我们可以开火，开大火炒炒这个烤麸因为它可以吃凉的，所以不要用猪油，用那个菜油、花生油、沙拉油都可以。你要是用那个猪油的话，它一凉了，它就白白的就不好看了。那吃起来还觉得黏黏的，恶心。1大匙多一点好了，好不好？好，不要太油。我为什么切姜末？因为姜末煮在里面，我们吃起来就不会说会吃到那个生姜。那有的人不喜欢的话，吃到那个口感就不喜欢。我们放姜末放2/3好了，香味道出来了就可以放那个葱白。葱要葱白爆锅炒香了以后，我们炒冬菇。那冬菇尽量让它在锅子里面爆一爆，炸一炸，煸一煸，把它的水汽煸掉，这样炒比较好吃。金针不要放得太早，一放得太早，你一炖一下它就烂了，就找不到了。到了差不多炒了一半，已经快好的时候，再放下去。好，我们倒下去炒，可以和这个一起炒。烤麸一起炒。翻一翻，翻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下味道。我们酱油差不多2大匙好了1大匙，2大匙。酒大概1大匙就好了这是我们昨天泡的那个香菇水。香菇水倒，这个多一点少一点没关系，就一定要盖过它。OK。不是说要腌过它，不能说太多，可以多一点，多放一点。可以多一点，对，不能太多了。反正煮这个让它入味，对，让它入味，让它能够有吸收。
好，我们这样就差不多了。我们再下味道哈，放1/4茶匙的胡椒，啊，10克左右的冰糖，不要让它吃出甜味道啊。好，加一点盐1/4茶匙，好，不够我们再加。好，这样子我们把它拌匀了，就盖着锅盖烧。很多时候放糖是可以把那个鲜的味道给提出来，提它的味道，不是说一定要吃到糖。你如果说不放糖哈，它吃起来哈，就是没有那种鲜味，对，没有鲜味。所以有的炒菜的哈，就是说我们炒这个菜放上糖，不一定说要吃出甜味道。然后我们盖着让它烧，我们随时过来看。5到8分钟都没问题。对，时间差不多，我们打开看看。现在水差不多了，翻翻看还有水。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金针倒下去，翻一翻就可以收汁。妈，那如果万一要是过来看已经没什么水，是不是再加点水？再加一点水。金针菇随便炖一下就会入味道。这个金针菇尽量让它在下面，我们再盖子焖2分钟。好，我们再看一下。好，我们再加一点老抽，意思一下。不加也可以，只是加了颜色会漂亮哈，比较深一点。然后我们加一点味精，加一点麻油，今天是5福拼盘哈，5样小菜。今天好像过年哦。所以你说，我们这海蜇好脆啊。这海蜇啊，那个一定要烫，不烫吃不出那脆感，会硬硬的。可是你买这是新鲜的嘛？那如果那个台湾通常都是买那个腌制的，我买那也是腌的。我买回来好咸哦。我泡了大概差不多1天1夜。泡了还要一直换水。它完全放在那个冰的那个盐里面泡。换了几次水以后啊，再用那个热水烫。因为我跟雅琪说，我说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把持那个开水到底不能煮，你一煮可能大概就煮死了。要用热水烫，一定要用热水烫，它一烫一缩了以后再换水再泡，让它慢慢再发胀。菜很好吃。还有再一次提醒哈，就是那个泡那个烤麸一定要煮。因为我有讲说要煮，对不对？可是我现在加强一下，你要是煮了以后啊，煮开要煮个几分钟，到3分钟到5分钟以后，拿出来换水。换水要把中间的水给挤出来。你不挤出来哈，不挤干的话，它那个水会酸。对，炒出来是酸。如果说你做出来觉得里面酸，那就是你水没挤干净。对，我一定要提醒你，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以后就吃出酸味道。以前你们都没有时间学的，一次的集中在一起。但是这个味道很好。对，我正想讲，妈妈一直在讲别的，要讲早一点讲，不要跟人家后面讲。还有那个醉鸡啊，我先不是
加上那个鸡汤和酒有没有？我就放在锅子里面热一下，不要煮开。你如果说那个不敢吃酒，你可以烧开，这样的话它的酒味没那么重。把酒烧开，鸡汤和酒烧开，烧开它，烧开那个酒精就会挥发一些。对，不要烧太久，但一开锅这样滚，大概差不多1-2秒钟就给它关火。OK。如果说你喜欢酒味重一点的话，就那个汤倒下去以后，那个不要烧开，把它鸡通通泡好了以后啊，最后要把它压住，有没有？本来是应该放到盒子里面盖起来，这样让它满满的水，有没有？因为没有那么合适嘛，所以我就用电锅的话，它那个汤都散到旁边去了，那我就用东西压着它，在压之前我又倒了那个半杯的那个绍兴酒放在上面，放下绍兴酒就不要动了，这样的话它那个酒味啊，它会一直往下沉，沉了就变成那个它吸收那个酒味道就更浓，那喜欢醉鸡的话。酒味重的话就这样子做。我喜欢酒味重一点。通常喜欢吃醉鸡都会吃。对，最主要是你用鸡汤泡了以后，最后要盖盖子之前再加酒放在上面，就不要去搅它了，让那个酒浮在上面，慢慢的沉下去。对，它慢慢吸收了。你一搅了，它吃到那个汤里面了，它味道就没那么重。那牛肚跟牛腱。拌2样，拌2样，那个就是那个牛肚，用煮的，不要用卤的，一卤的话，一拌那个味道就变成卤味了，就是煮完了白的，再去用那个麻辣的，就不会拌，如果说喜欢吃那个麻辣重一点的话。那个再放一点那个青花椒，那更麻。放在上面，因为我只放那个花椒，红花椒。我只放红花椒，没那么麻。就是一般凉菜就是这样拌。牛肚的话，牛肉的话，煮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小心，你插下去。也不能煮得太烂，煮得太烂，到时候你切会散。妈妈的传承从家开始，我们下期见。